作为一名 UI/UX 设计师，过去呢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该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我选了之后，为什么用了起来怪怪的？在经历了无数次改稿之后，我似乎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脱发和黑眼圈的方法。Oh my god！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 UI/UX 设计中如何选择颜色。第一，产品定位。大家好，我是 Tony。颜色对人类的心理和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 60% 甚至 90% 对于产品的判断是基于颜色的。比如说，众所周知的红色就可以刺激这个用户的食欲，然后创造紧迫感，所以很多的快餐店会经常将红色纳入它的品牌之中。那么黄色呢，意味着幸福、活力和温暖。比如说宜家，它就会使用大量的黄色在它品牌里，然后透过这些心理效应，宜家有效的就激发了顾客的这个渴望和舒适感。而对于手机应用和网页这些数字产品而言，颜色同样很关键，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使用者的体验和产品的感知。那么有研究显示呢，一个公司网页上影响用户感知的视觉关键信息中，颜色和图片加起来就起到了 80% 的重要性。而我们作为 UI/UX 设计师，在产品的初期需要思考如何利用好色彩这个如此重要的因素。那么这里我们可以从3个大方向出发。第一是使用者友好性，选择对使用者友好的颜色，这些颜色应当与产品的功能和诉求相一致。举例来说，温暖的色调可以营造出一种亲和感，然后清爽的像蓝色这种可能会与科技或者专业性相关。第二个是品牌的一致性，如果这个应用是特定品牌的一部分，所以你要确保这个选择的颜色和品牌的整体视觉风格是相一致的，有助于提升品牌识别度，使用户在不同的平台上都能轻松地识别出品牌。那么最后是情绪和氛围，颜色可以创建特定的情感和氛围，与你的产品的定位相关的情感反映在颜色的这个选择中。比如说安静的绿色可能会和健康或者说自然相联系。当然我们可以透过 Adobe 自家的一个叫 Color 的工具，更好的帮助你去找到适合的颜色版。OK， 我们进到 coloradobe.com 的网站之后，首先看到的是这一个建立颜色的工具。那么我们不用管它，这个很多人看到之后完全不知道它在干什么。我们可以直接进到探索或者趋势这2个板块。那么这2个板块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些颜色的搭配。那么我们可以进到趋势里面直接找到 UI/UX， 当然你也可以，如果你是平面设计师或者是其他设计师的话，你也可以在这时尚或图形设计里面去找到一个可能自己喜欢的作为参考的一个色板。那么我们直接进到 UI/UX 里面，这里有一个解释更多。我们进来之后，这里就是 Adobe 从他们自家官方的 Behance 上面找的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 UI/UX 的作品，然后将它们的颜色进行一个归纳。比如说我们点进来之后可以看见，基于这样的一个 UI/UX 它所使用的色值是有哪些。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所有的这些色值都需要使用，这里呢后面我们会讲到一些其他的工具，帮助你去更精准的找到适合的颜色。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将它新增到资料库。资料库呢，是我们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这个加号，这里可以输入自己想要的资料库的名称，比如说 UI/UX 建立。那么这边呢就会出现你刚刚建立的资料库，默认的是这一个。那么 OK，
刚刚我们看的这个，我想把它添加到资料库，其实资料库等于是收藏夹。那么我们点击它之后 OK， 它已经成功的新增至 UI/UX 资料库。这时候呢，我们进到自己的资料库就可以看见，在 UI/UX 下面 OK， 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色板色值。那么第二的就是要善用工具。网络上有很多关于颜色搭配的工具，有的可以让你浏览当下最流行的哪些色板啊，有的可以帮助你去创建一些漂亮的渐变。那么这里呢，就介绍我用过的觉得最有价值帮助最大的2个工具，可以说它是真的是拯救了我很多的这种设计上的难题。OK， 第一个要介绍的工具呢叫做 HUE-Mint，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在线生成实时预览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看见的 onboarding 的页面非常的炫酷啊。那么我们直接 launch 进入到首页之后，在我们的左边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生成预览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可以生成不同样式的网页。那这边是 brand 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见一些包装、衣服，非常的强大。那我们直接，因为我们是主要用在 UI/UX 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结果，多去玩一玩。那么右上角这边是它所采用的颜色的色值，大家可以对它进行更改。因为前面我们在 Adobe Color 的网站上有收集自己喜欢的色板，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将数值复制粘贴到这个地方，然后去预览。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将数值改成3333 OK， 你就可以看见相对应的颜色它就会进行一个改变。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运用强大的 AI 功能来给你自己去生成，可以一直随机的去生成。这里是可以去改变使用什么样的 AI 模型，那我们默认呢是这2个。OK， 那么第2个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也是经常使用的一个在线工具网站呢，叫做 Realtime Colors， 同样它也支持 Figma 的一个插件。那么这个网站对比前面那一个 HUE-Mint 的它的优点呢是，它可以实时的预览完全真实的在线的网站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而且你可以在右上角去切换不同的组件，比如说 Dashboard， 或者说我们可以看 Blog。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知道我们所选择的颜色在最终上线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前面已经通过 Adobe Color 也好，或者 HUE-Mint 也好，得到了我们自己想要去使用的一个颜色的数值，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复制粘贴你想要的一个数值去预览最终的结果。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选择颜色，同时它提供了 Dark 和 Light 的一个模式切换，因为现在比较流行 Dark 模式，你也可以去切换。那么这边呢，你也可以去随机生成颜色，这边呢你可以选择所有或者说单色，这边列出来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颜色的类型。大家可以看见就是一个骰子一样的，所以它的意思是随机。OK， 同时它可以去对网页上的字体进行修改，包括标题、内容。这边呢可以输入大家喜欢的一些字体。那么除了这2个非常强大、非常实用的之外呢，还有很多很棒的颜色工具，我会在以后专门的一期节目中给大家介绍。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631法则。
我们都知道世间万物的运行都存在一定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熟知的28法则。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运用于 UI 颜色搭配的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631颜色法则。我们假定给用户呈现的所有的颜色的总和是100%，那么631每个数字代表你选择的这种每个颜色的比例。我们有60%的主色调，通常是中性色或者是品牌的主要颜色。这部分的颜色占据了就是画面的主要部分，组成了这个界面感官的基础，使其看起来稳定和一致。那么剩下是30%的次要颜色，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见性，一般用于一些中等大小的组件，比如说卡片啊、轮廓啊等等。这个色彩层次的存在使得设计变得更丰富多样，带入产品的个性，同时又不会过于喧宾夺主。最后是10%的强调颜色，通常用于界面的重点和亮点，比如说 CTA 按钮、弹出窗口、错误提示以及其他需要引起注意的元素。那这个颜色呢，就吸引用户的视线，突出就是重要的部分。那这里呢，我们去看一些实际的案例。首先看见的是一个监测身体运动数据的算是一个桌面应用吧。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它为了显示这种专业的明快的感觉，所以大部分的60%的白色明亮色作为它的一个基调。那么同时呢，在一些关键信息上，包括文字上使用了黑色。那么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个631法则中颜色一定是用在这个所谓的按钮或者图形之中，其实文字的颜色也属于颜色的一部分。最后加上橙色加以点缀，引导用户去看一些关键的信息，包括一些状态。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金融的应用，它想给用户传递一种安全的、冷静的氛围，所以会选择一些蓝色，包括一些淡紫色作为点缀。那么通过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也是一个以白色打底，然后凸显一种简洁明快的风格的 App。 那么同时呢，它又在这里又加入了很多的这种淡紫色。那么淡紫色加上大量的白色，我们可以将它视作为整体的一个60%的一个运用。那么同时在一些关键信息，包括按钮、卡片，它会使用一些着重的一些蓝色，这就属于大30%的部分。那么最后呢，它需要去点缀出它的一些重点，包括希望引导用户去看见的部分，就会加入最后的10%的颜色。那么631的颜色比例不仅仅提供了结构和层次感，还为使用者提供了直觉上的一个引导，使整体的设计看起来有统一性，然后有设计感。那么在实施的时候，建议就是搭配一些工具，比如说色板，然后设计系统，来确保整个应用中的颜色的一致性，这样就可以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嘛。然后631颜色法则只是一种选择颜色的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更快更方便的且已经被大量实际应用的路径。当然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去打破它，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在设计中不要超过使用4种颜色，因为过多的颜色一方面会让用户感到困惑，信息都会显得凌乱，另外就是会让设计看起来失去了高级感。那么在选择颜色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每种颜色的属性和对画面的影响，保持颜色的一致性和平衡，以确保它们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视觉风格。如果你想要引入更多的颜色，要确保它们
与整体的设计相互协调，不会引发混乱或者分散注意力。那还有一个经常被新手忽略的一点就是UI 设计中要注意颜色的对比度，因为它会影响可视用性。你要确保这个文字和元素在不同的背景情况下是清晰可见的，这有助于提高可读性，让用户更容易的阅读内容，使用你的产品。那么总的来说，保持在设计中使用的颜色的适度和一致性，是实现视觉吸引力和良好用户体验的一个重要因素。OK， 通过上面说的这些思路和方法，相信你已经建立了如何使用好颜色的一个想法，然后你的这个信心应该会有更多。那么在你的下一个项目，或者说现在你就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吧，然后做出让老板和甲方爸爸眼前一亮的设计吧。Nice, very nice. Thanks.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或者觉得对你有一些启发，欢迎订阅、按赞、分享。那我们下期见。